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以诺画室，我是 Alex。今天我们来画球体的起形部分，用切割的方法画圆形。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有画板、素描纸、美纹纸、橡皮和2B 铅笔。好，我们来进行球体的起形。其实球体我们就要画一个标准的圆形。当然了，网上有很多关于圆形的方法，我这里提供的呢是比较容易能够复制的，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看我这个视频。我们一开始画球体呢，先把它的对称轴给画出来。因为这个方法是比较严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用线也要非常的讲究，非常的直。把这几个基本的线画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画一个正方形。这个正方形一定要非常的标准。这个正方形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圆的一个形状。如果你画的长了，它可能是个椭圆。所以这4个小正方形要保持一样的一个形状啊。我们注意观察，它是长一点还是宽一点，我们都要调整到位。我们用以前的方法，把水平线跟垂直线对照纸的边缘，来看一下我们画的平不平，有没有画歪。这一步要不断的调整，我们最后的圆才会比较标准。感觉上面这个还大一点，对吧？上面这个有点大。我们这一步是用2B 铅笔啊。现在呢，进行比较关键的一步，就是对圆形进行切割啊。我看网上有很多方法是让同学们这样去把圆弧给画出来，然后反复的调整对比。那我这里介绍的比较严谨的方法，就是直接用直线来把球体给切出来。首先，我们这里不是有4个正方形吗？我们一个一个来啊。这一条线呢，
它有一个终点我们已经有了啊，这条线都有终点。那我们从小正方形开始入手，先把它的水平线找准终点，垂直线找准终点，大家能看清吗？找准终点。这个终点呢，我们点完之后反复进行对比啊，不要点歪。然后这底下的每个小四方形都有它的终点，当然里面的我们不用理它。第一步找点，找终点啊，当然你看这个终点跟这个终点它其实是可以对应啊，铅笔比一比就大概清楚了。找点，我们找点的时候眼睛要放远一点啊，眼睛的距离要离纸远一点，这样容易观察啊，如果太近了可能会有偏差。如果你觉得看来看去都没有问题，那就可以基本上确定你找的点是对的。找完点之后我们就进行连线啊，连线是第二步，就是第一轮的切割。连线我们直接用直线啊，刚才的点呢只要大家看得清就可以了啊，不要把这个点点得很大颗啊，那样会有误差。连直线啊，这个直线要连到位，不到位了我们重新再连一遍。这个终点一定是在线条上面啊，我们连的时候也要穿过这个点的位置啊，要把这一步做得严谨，点对点进行连线。好，我们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三角位置擦掉啊。为了保留这个步骤，我先不擦啊，我们直接进行下一轮的找点，第二轮的切割。我们刚才切完之后，这里已经擦掉了，那剩下三条线，对不对？1、2、3，每个小正方体的边缘也都是三条直线。我们三条直线都要找它的终点啊，就需要每个小正方体点3个终点出来。好，我们开始，1个、2个、3个终点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找3个终点。我们的步骤一定要清楚，第一轮的点归第一轮，第二轮归第二轮，不要乱套，一轮一轮的来。现在是第二轮的找终点阶段。好，找完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切割，也是点对点连直线啊，斜边分别跟旁边2个终点连接。我们连的时候注意啊，越倾斜可能会有误差，大家可能连到这个点的最顶端啊，它应该是连在点的经过线的这个地方啊。好，这是第二轮切割啊，我们要进行第3轮切割，也是同样找点啊。我们找点的时候不要找错地方咯。如果你觉得很受干扰的话，你可以把旁边多余的部分擦干净。2个、3个、4个啊，第3轮有4个终点。只要是线段，我们就把终点给找出来。同学们只要按照规律进行就可以了啊，不要跳跃了步骤啊。当你还不熟练的情况下，跳跃步骤很容易会把自己给弄乱。好，找完点之后，我们继续
切割啊，点对点的切割。有的地方斜线可能切的特别少啊，这个我们不需要在意，少没有关系。你看切割的时候，它有的地方已经贴着上一轮的斜边了，这个没有关系。我们不要因为贴着而避开它，导致我们线条形成了误差。好，这是第3轮的切割，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点像圆形了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进行第4轮切割。如果你的画特别小的话，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尖角边给修圆。我带大家看一下第4轮切割怎么样进行，同样也是找终点，把每一段新产生的线段把终点画上。只要是有线段的，就把终点给找出来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有5个终点。1、2、3、4、5个终点。好，我们进行一个连接啊，我们看连的时候呢，因为笔比较粗，连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贴着了上一次的线条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好像在排线一样，只要把这个边缘给连起来就可以了。同学们一定要记住，点对点的连接一定要准确，不要有误差。即使贴得再近，我们也要忽略之前的痕迹，连接到位。因为我见过太多同学因为连接不到位，导致最后的圆形状不标准。你只要到位了，形状一定会标准。那这个呢，就叫做切割法。好，我们切割到这一步呢，就可以开始去把尖角位给修圆。啊，其实你还可以切第5步。尖角位修圆，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去把尖角的地方做一个圆润的处理啊。你注意观察每个尖角的地方，有的地方平滑，你就直接连线就可以。像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尖角，像这个地方尖角比较多，像这个地方尖角比较少。我们这个过程不要从头圆到尾，我们的目的是把尖角给修圆。已经感觉比较圆润的线，无需再修。OK， 我们这个球体就画出来了啊，这个圆形的轮廓就画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把多余的线条擦干净。其实你可以切一轮再擦一轮也没有问题啊。我现在把多出来的线给擦掉。擦的时候呢，注意用橡皮擦比较尖的位置
去修整个圆。要再细心一点的，可以把橡皮擦用小刀切成2半，用比较尖锐的横截面进行。我们修圆的过程中呢，使用的铅笔是2B， 但是不要太大力，因为我们还要进行调整，万一不圆的话，我们还要进行一步调整。误差越多，这个形状越奇怪。好，保持画面的整洁跟干净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圆，再调整一下。这里可能有一点点不是很标准，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正方形还是存在着误差。但是是轻微的啊，我们只需要简单调整一下。通过切割法，我们进行反复的对照啊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就是把这个笔尖拿你的手指顶住啊，看一下这个距离，对比一下它的距离啊，就是通过笔来进行测量啊，把笔当成尺子进行一个简单的测量。就是这个圆心，它的半径都是一样的距离啊，那说明这个圆也是比较标准的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对称给擦掉。我们起形的时候慢一点啊，因为我们最后是以达到完美为准。并不是讲求速度，画素描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过程。好，同学们学会了用切割的方法画圆形了吗？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下节课再见，拜拜。